威尼斯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古城市啊。从13世纪，它已经是成为世界有名的城市之一，因为它的艺术的涵养跟它的背景已经是非常非常丰富。那我以一位台湾人，能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有所发生吗？我不知道。对，我是一直对美这个事件跟这个事物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心。那我想要做一个作品，就是跟美有关系的作品。20年来，艺术家李明维的创作多是以表演的形式进行艺术计划，1对1的邀请观众共同参与作品，从而产生个人的生命体悟。2017年，李明维受邀到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馆展出，分别在军火库进行补赏计划，并在绿园发表新作《不期之美》。所以这次作品它有3个不同的发生期。第一个发生期是发生在展期的前面1年的时间，在这个1年里面，我去收集跟采访我周遭的朋友，他们碰到美的事物的那种心情跟它的过程。之后，我把每一个故事编制成300多个字的一个小故事。第二个 phase 是发生在威尼斯的整个场域里面，我们有一位花园主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工作伙伴。我们这一位花园主人是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跟裙子，在这个 gallery 里面慢慢的游走。当我换上那件衣服的时候，我的心理状况就比较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仪式性的一幕。这个仪式性，它是我自己进到这个作品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这个仪式性的话，它的整个构架会比较松散一点。Hi,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Yes, may I invite you to a small garden just for a few minutes? Thank you. Please follow me.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It's just over here. Please follow me. Yes. Please follow me. 当你进到这个花园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张椅子，然后上面有一颗石头。如果是有缘人的话，我们的花园的主人会来请你坐在这一张椅子上。I will remove the stone for you so you can sit on the chair. Please have a seat. Yes. Okay. I will be back in 2 to 3 minutes. Could you wait for me, please? Yeah, and enjoy the garden. I'll be back. 当初 Christine Marcel 来找我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在这个整个花园区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他讲的就是 Carlos Scarpa 的 Garden， 他的感觉有点像是日本庭院的很雅很雅，而且很安静的一个空间。那当然，它的整个构架算是50年代、40年代极简式的建筑美学。那当风吹到这个整个庭园里面的时候，它那个常青藤的叶子就会闪动，那你也会听到水的声音。那我觉得那样子的视觉跟它的声音，好像让我回到台湾的那种乡下的空间啊，就挑起了我对我小时候的那种情怀，非常美。
我们这一位花园主人，他回去再拿一件礼物送给你，他会跟你讲说 This is a gift just for you. You're welcome. And the time to open this gift is when you encounter your next moment of beauty. It could be today, tomorrow, or long time from now. 那第3点，它是发生在每一个参与者的时空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诠释，跟打开这个时间的点。那个有可能是今天晚上，有可能是明天，有可能是10几年以后。那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啊，就有点像以前的几个作品，譬如说《移动的花园》，当大家把花拿走，然后送给一位陌生人，我不知道他后面的故事是什么，或是鱼雁计划，大家写信给朋友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内容或是之后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它有一定的不定性，其实就是它比较美的地方。当我没有办法去 control 这个东西，它自己会有它自己的一个语言跟它的时空呈现出来，那个对我来讲很重要。那也是每一件作品它的 tension 的地方啊。我们这个不期之美这个新作品啊，因为是一位陌生人在给你一件礼物，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所谓的一期一会，在那个当下1分钟的这个互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的另外一件作品在 Arsenale， 就是军火库，叫做补赏计划。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一位补赏人准备好了针跟线，那如果参与者或者观众有需要让我们修补的衣物的话，我们当场就帮他修补。修补完，我们希望说他可以把那件衣物让我们在展场展到就是11月底啊，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把线牵在这个每一件衣物上面，所以视觉上它就成立一个这些陌生人的之间的一种对话跟我的关系，所以渐渐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线从墙上牵到每一件衣服上。当时 Christine Marcel 请我做 Mending Project 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希望用 Mending Project 做这个整个展场的主轴，因为这个 project 对他来讲有很多不同的 relationship， 它可以有一个比较所谓的 micro 就是有一个人在那边帮你修补，那你这个修补可以是衣服，我们也可以讲到修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讲到国跟国之间的关系。那这20几年来，我觉得我的创作里面，如果可以说有个脉络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作品需要很多陌生人的参与，它才会赋予它的丰富性跟它的生命。如果没有观众的参与的话，其实我的作品没有办法成立。那当一个作品的一半是靠着陌生人的参与的时候，其实它的风险还蛮大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要怎么去参与，去跟这个作品互动，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信任感更有效率的跟大家分享，让参与者可以把这个作品变得更有意思。这一次的双年展是我参加过10几次不同的双年展里面让我觉得最开心的。Christine Marcel 选的艺术家很多跟我的美学都很相似，他要把这个整个艺术的舞台还原，然后还给艺术家跟艺术品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高兴是可以跟120位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年龄跟不同的国籍加上不同的生活美学来做一个展览，它是不同的 vision 跟不同的 aesthetic， 大家聚在一起呈现了一个对美的诠释。
几乎已经没有国界的这种区分了，那是很棒的一个感觉。